神会，你们！楚风看向神会等人，于心不忍。主人，敬请放心，既是我族秘法，便是我族所能驾驭，负担难免，但绝不会伤及根骨。神会知道楚风的担心，立刻回应道，同时法诀变化，那已经提取出的修为便化作一道光柱，融入楚风体内。这一刻，楚风竟真的获得了五品天神的修为。随后多道光柱射出，分别进入宇文炎日、王强、白云清、小鱼儿、仙海少羽、宋云、星王、仙喵喵等人的体内。我去，真的就获得了五品天神的修为啊！而且都感觉不像是阵法。王强摊开双手，感受着体内力量，不由发出惊叹。是啊，就感觉这修为好像就是我的，除了无法提升修为，我的所有手段都能完美使用啊！仙海少羽说话间，更是亮出了一把神兵长剑，挥动了几下，以此来试探此时的力量。有点意思。就连星王看着自己握紧的拳头，嘴角也是不由得扬起一抹满意的弧度。因为这个过程并没有他想象的复杂，但也正因为太过顺利，才更加让人惊叹。这灵神一族还真是逆天啊！楚风小友果然是有大机缘的人。就连一旁观看的赵老八等人也是纷纷发出感叹，毕竟这种手段无论怎么看都是非常逆天的。拥有如此逆天手段，眼前的修为绝对不是他们的上限。而这样逆天的种族竟愿意臣服于楚风，这可是很多人做梦都梦不到的机缘。阵法断了，修为还在，但也是不由询问。因为无论怎么看，在楚风等人获得修为后，他们与那阵法的联系都断了，并没有断，只是看起来断了。灵神一族的秘法确实了得，楚风说道。这样吗？那也许真的能瞒得过去。淡淡说道，也许不用瞒，就如神会所说，这就是此地的意思，就是要所有人都发挥出力量。里面的存在之所以是五品天神，那并非是他的上限，而是我们的上限。楚风说道。这样说来，就真的只是考验。淡淡说道，我觉得是，但这个考验定然没那么容易。楚风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，阵法胜于力量，刚好还够一人。神会将目光投向天剑残花，意思是他也可以让天剑残花获得五品天神修为，这样一来，楚风这边也能增加一些战力。我便算了吧，毕竟我又不是七星连珠的传承者，进去也没有意义。天剑残花却直接拒绝，他不要给我。王强道，阵法只是转介力量，你们已经获取了，就已足够，给的再多也不会有任何影响，反而可能造成负担。神会道，那给我吧。赵竹英说道。但赵老八却立刻道，竹英，你别去了，我带你去。父亲，赵竹英还想坚持，可赵老八却态度坚决，别说了，这是命令。赵竹英也知道他父亲的意思，他乃是赵氏仙族的未来，他父亲不愿意让他冒这个风险。父亲，皇甫圣女有想试试的想法，但没有直接说，而是看向了自己的父亲。圣女，你也是我族的未来啊！皇甫天族族长道。见状，皇甫圣女便也没有开口，因为他知道，他不仅仅是皇甫天族的未来，他的实力也不如楚风等人，其实他去了，作用也不大。眼见阵法完成，楚风看了一眼盘坐在大阵中心的天剑圣宫公主，发现她确实像没事人一样，并没有任何负担。于是楚风看向了神会，神会等人的脸色倒是没有随着时间推移继续恶化。楚风悬着的心倒是落下了一些，因为按照他的推算，这种秘法负担应该不小，他真怕神会为了帮助他们，不惜代价的来做这件事。但目前来看，倒是并没有那么严重。神会，这修为可以坚持多久？楚风问道。主人，可以坚持到那根香燃尽。神会道。有劳了。楚风话音落下，便与众人向那结界门走去，但同行的不仅是他们这些与七星连珠有关系的小辈，赵老八也是跟了过去。前辈，您留下吧。可走到门前，楚风却是驻足，劝阻了赵老八。不管怎么说，这都是阵法，而我是真实修为，若真出现意外，我也许可以救你们出来，若是出不来，便也出不来了。毕竟你们若是失败，其实谁都别想活。放心，我就待在大门口，若是不妙，我转身就走，定然不会给你们增添负担。
赵老八真情实意。楚风知道赵老八这是好心，于是倒也没有继续劝阻，而是应下。于是加上赵老八，总共10人便同时穿过了那道结界门。哇！可楚风等人刚刚进入结界门，灵神一族众人皆是狂吐鲜血，许多人更是站立不稳，直接跪在了地上。你们！见此一幕，许多人面露担忧，因为灵神一族众人的状态非常不妙。但无论是尚能站立的，还是已经瘫倒在地的，灵神一族所有人都是双手都紧紧的捏招法诀。不要告诉我主人，不能影响他们。神会开口，此刻他的声音都是虚弱的。此时人们明白，神会他们先前看着无恙，应该也是使用了特殊手段，故意隐藏状态。他们施展这个秘法，需要付出的代价极大。继续下去，也许会对根基造成不可逆的伤害。但没有任何一个人去通知楚风他们，哪怕灵神一族付出生命代价，也没人会去通知。当下，楚风他们是所有人的希望。若是楚风他们放弃，死的便不只是灵神一族，而是他们所有人。同时，当进入等人结界门之后，脸色也是不由变化起来。虽远没有像天剑圣宫众人那般惊恐，但眼中却也都涌现出了凝重。不过此地景象虽然骇人，但毕竟没有威胁，因此所有人的目光也都集中在了远处那蹲在地上的身影之上。那个轻而易举便击败了天剑圣宫公主的存在。当真正看到这位的时候，楚风便知道眼前这位并不是之前他所见到的告诉他七星连珠之人，但他依旧十分强大。甚至楚风觉得他的猜测正确，五品天神并不是对方的极限，这只是对方计划好的修为，完全是用来考验他们的。如此看来，你们已是做好决定，所有人的性命都压在了你们这几个小辈的身上。但你们真的行吗？那黑色妖物说道。前辈，请多指教。楚风并没有直接出手，反而是对着那位施以一礼。那位没有回应，反而嘴角扬起一抹诡异的弧度。下一刻，楚风四周的大地崩裂，有数条锁链自大地飞掠而出，如同鸟笼一般，将楚风笼罩在其中。且当那锁链牢笼成型，还有结界之力一出，将锁链之间的缝隙也彻底封锁。大哥哥！见状，小鱼儿出手，赶忙亮出神兵长剑，一剑斩了过去。当火花飞溅，小鱼儿倒退数步，可是那锁链却毫发未损。与此同时，宋云、仙喵喵，包括王强等人也都各自施展手段，可却发现他们的手段竟都没有半点作用。不必担心我。见状，楚风抬了抬手，示意小鱼儿等人不要盲目攻击，因为他发现了这牢笼是不可能解开的。哪怕他们已经拥有了五品天神的修为，可这牢笼的力量是完全凌驾于五品天神之上的。其实小鱼儿等人也发现了这一点，眼见着楚风只是被困住，并没有受到伤害，便也不再盲目出手。胡乱出手不仅帮不到楚风，反而可能害了楚风。眼下只能看黑色妖物到底什么意思了。就在这时，楚风等人发现那黑色存在的手中出现了一根香，没有什么特别之处，就只是普通的香。而他将那根香插在地上，随手一划，那香点燃。旋即黑色妖物也站起身来。前辈，这是何意？楚风再度询问，语气依旧恭敬。外面的香燃尽，你们未能击败我，所有人皆死。里面的香燃尽，他们未能击败我，你毒死。黑色妖物指着楚风，你到底想做什么？小鱼儿美眸之中杀机涌动。对，就是要这个眼神，我就是想看看你们这些人能不能为了这个楚风拼命。黑色妖物道。拼命？我们每个人都可以为楚风大哥拼命。白云清说话间便向那黑色妖物冲击而去。噗！可突然他便定在了半空之上，且嘴巴一张大口，鲜血喷涌而出。原来是那黑色妖物来到了他的近前，同时一只手掌已是宛如利刃般洞穿了白云清的脖颈。这一幕看得所有人心惊胆战，因为那黑色妖物太快了。可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人察觉大事不妙。只见那黑色妖物贯穿白云清脖颈的手臂猛然一挥，鲜血喷溅，白云清已是身首异处，头颅落地之际又被那黑色妖物踩在了脚下。就这，黑色妖物盯着脚下的白云清冷然一笑，
旋即抬脚，便要将白云清的头颅踩碎。可忽然，黑色妖物双手呈现防御姿态，是一只脚踹了过来。星王这一脚是大力沉，直接将那黑色妖物踹得倒退了几步。一脚踹退黑色妖物后，星王将白云清护在身后，回头问道：“没死吧？”白云清捏动法诀，掉了的头颅便回到了脖颈处，就连伤痕都修复，只是脸色却依旧惨白。那不是伤势，而是被吓的。我没事。白云清再度开口，嗓音都是颤抖的，不只是嗓音，就连身体都在颤抖。此刻的他已是战意全无，只是一番交手，他就明白那黑色妖物根本不是他能战胜的。躲远点，星王道。可话音落下，星王便赶忙闪躲。是那黑色妖物，那宛如利刃的手掌直奔星王的脖颈刺来。星王明明闪躲，可对方的攻势也随之变化，最终还是刺中了星王的脖颈。当，没有鲜血喷溅，反而是如同钢铁碰撞，发出刺耳的声鸣。星王的身体倒飞而去，可并没有身首异处，且星王还是以一个空翻调整状态。虽然落地之后，强大的惯性还是让他在地面滑出了很远的距离才稳住身形，可他那被击中的脖颈竟安然无恙。仔细看来，星王周身散发出暗黑色气焰，不只是气焰，还有一层新生的铠甲附着在了的全身，就连面部也被附着，只有一双眼眸露在外面。你倒是挺硬，但只是有一副硬凑，可无法击败我。黑色妖物话语之中有着些许嘲讽之意。轰！可就在此时，一团巨大的火球如彗星一般从天而降，落地之时火焰喷涌，瞬息之间便将那片大地化作了火海。是宇文炎日施展的武技，可这武技施展开来，宇文炎日却是脸色巨变。那磅礴的火海之中并未能寻得黑色妖物的身影。那妖物躲过了。唰！就在这时，那黑色妖物来到了宇文炎日的身后。偷袭，只有你会吗？黑色妖物话音响彻的同时，他的手掌已是洞穿了宇文炎日的脖颈。可下一刻，他也是瞳孔一缩，自宇文炎日的脖颈中喷涌而出的并非是鲜血，而是宛如岩浆一般的火焰。哗啦啦！很快，宇文炎日的身体射出火焰锁链，将那黑色妖物缠绕起来。同时，黑色妖物脚下一圈圈火焰也是不断浮现。就在此刻，远处传来宇文炎日的声音：“3段神境，火牢地狱。”砰！下一刻，黑色妖物所在的大地如同火山口一般，磅礴的火焰喷涌而出，但并没有四下蔓延，那火焰反而是规则的凝聚，化作了一个巨大的牢笼。牢笼一重接着一重，每一重都散发坚不可摧之感。不错啊，炎日竟将这个武技练成了。见此情形，王强不由夸赞起来。身为神体天府之人，他知道这火牢地狱乃是3段神境。这个神境武技有2个玄妙之处，一个是替身之法，除非拥有极为强大的观察之力，否则难辨真假。若是击中那替身便会释放出火焰锁链，将对方困住，紧接着火牢地狱彻底成型。只要被困在其中，便会被活活炼化。可下一刻，王强脸上的笑容戛然而止。拥有日炎神体，却搞这些阴险的招式吗？若是如此，可真是辱没了日炎神体。原来是那恐怖的火牢地狱中传来了那黑色妖物的声音，他声音洪亮，宛如没有受到任何影响。